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我们要来针对这颗紫马丁后续开出来的花来做一个讨论，还有生长状况的更新。现在你看到我手中的这两朵花跟这一个花苞呢，是在这一个花梗因为有续花性的情况之下呢，所有的花开完之后它又长出来的花苞而开出来的花。这个续花性啊，其实就是这个紫马丁它的一个特色之一。虽然说它开花呢，续花性一般来说就是不会太多花，但是呢，它持续开花的时间呢，会持续一阵子。这张照片呢，是这个花梗最后的3朵花开完了之后呢，它就光秃秃的一阵子，然后你才看到它从尾巴开始又继续的往前长，然后呢，花苞逐渐长大，然后开始长了它的第2个花苞。第一个花苞那个时候开始颜色就稍微有一点紫色的感觉出来了，它就长了第2个花苞。然后呢，随着时间渐渐的过去，它的这个花苞当然就是越长越大。然后第2个花苞开始就形成，然后也开始有那么一点点紫色的感觉出来。那在这边跟兰花朋友提醒一下，当兰花正在长花苞的时候啊，最好不要一直去挪来挪去的，即便是浇水啊，你可能也要就是拿到它本来的位置上去浇水不要挪来挪去的，因为有时候挪来挪去的情况啊，有时候花苞会掉蕾因为它如果受到太大的这个晃动啊，撞到什么东西，或者是说你比如说从阳台或是窗边比较暖和的地方，比较通风良好的地方，一下拿到可能浴室里面去或者是就是温差太大，或湿气，或是环境变化太大，都有可能会造成掉蕾的现象。所以这个东西是在兰花它正在形成花苞、正在成熟花苞过程中需要避免的需要注意的事情。那这兰花它的第2个特色呢，就是它有香味。它会香，但是它的这种香啊，不是说非常浓郁的香。有时候呢，特别是中午过后，如果你要闻它的香味，你可能鼻子要真的贴得很近，才能够闻得到它的香味。那再来，它呢，因为本身呢，就是它的亲本里面，我记得是有 Violacea 这个原生种的蝴蝶兰，所以呢，也造成了它有续花性。再来就是它的整个颜色上面啊，它的唇啊各方面啊，这样的蓝色、蓝紫色啊，其实很大的一个因素，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有 Violacea indigo 这样子的一个亲本在里面。而且这颗兰花在刚开始开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它的花其实上面啊有一点点这种类似像亮点、亮片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看起来其实在灯光下面有点反光，还蛮可爱的，蛮特别的。那这颗兰花目前啊，在我的这个养护下面是用有介质的半水耕的一个种植方式。那大家如果对有介质的半水耕这样的种植方式有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到频道里面去找一下它的播放清单，就可以了解这个有介质半水耕是一个怎么样的操作方式。那它这一颗兰花呢，它蛮适应这样的一个种植方式，很多根系都长到那个蓄水池里面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基本上就是看蓄水池里面还有水，我就可以一直不浇水，有时候甚至2周半啊不浇水都没有问题，因为就是要2周半这样的时间，2周半的时间才能够把它里面的水全部都吸完或蒸发掉。所以我一直会给它这样子2周半的这个浇水的循环，从很干到很湿，很干到很湿。那给它肥料方面呢，一般来说啊，就是用1/4建议浓度的1/4的肥料来施肥。那我1个月1次，应该说每隔次我会就是只用清水那清水的用途是在于说能够
溶解掉一些没有被使用完而沉淀的这些肥料的盐分，因为有时候这个盐分太高呢，会导致这个水质的 ppm 太过高哦。那有时候呢，盐分太高啊，也容易导致这个兰花的根系啊受到某种程度上的这个影响啊，有时候是甚至会导致烂根或是烧根的情况。所以在这部分，我会在每隔次浇水的时候呢，不施肥，就是只给它纯水哦。那我使用的水是软水，是逆渗透的水，那它的 ppm 一般来说都是在0。这棵兰花我从小苗养到今年第一次这样开花，而且一次来了双花梗。它的第一个花梗开完花之后，它就枯萎变黄，你刚刚有看到。那这一个第二个花梗它长得比较好哦，所以呢它就持续的在续花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上一次我对这个兰花做的影片介绍。其实在做这个影片的时候啊，我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哦，因为这颗兰花呢是好像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买的，所以也是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哦，从小苗然后养到它这一次第一次来花，而且它第一次来花就给我来了2个花梗哦，然后每一个花梗上面都至少3朵花到4朵花，所以是一个相当好的情况。而且这颗花呢，它有香味哦，也有续花性，所以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收藏的一款好花。它不算太难找哦，其实在每家地区很多人都有这一颗 Purple Martin。 好，你现在看到呢，它是在有介质的半水根里面种植。那你看哦，它其实有一条根啊，其实从其中的一个洞长出来了。那因为还是一直都在有内外杯，我把外杯拿掉了所以它就是沿着外杯一直长，所以也没有就是被挤断，所以还好。但是其他的根系哦，你可以看到它长到介质里面，长到这个蓄水池里面，所以呢，其实它整个来说，应该说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介质跟这样的一个种植方式呢，他是蛮喜欢的。不过我感到比较困惑的是啊，它新的叶子其实没有长得像之前老的叶子这么大片，所以我还在考虑是不是应该要对它在养分上面做一些加强。一般来说啊，我给它肥料的时候都是建议浓度的1/4，然后我是每隔次给水才给一次肥料，也就是说我大概就是平均1到2周，大概2周吧，会给它一次水。那每隔次我会给它肥料，所以基本上算下来大概就是1个月，大概就是1次肥料。所以我可能这一次接下来呢，它开完花之后，对它的养护呢，我会再进行一个变化，可能在每一次给水的时候就是都给那接下来的影片跟其他的兰花欣赏影片一样啊，就是这个花它从这一颗兰花它从长花梗一直到开花的一个过程。那因为这颗兰花你可能也有发现它其实也有蛮多的气根，所以我在这边顺便跟大家也提醒一下，养兰花就是在养它的根系，即便是气根请你不要去修剪它，因为假使在介质里面的兰花根系出了问题的时候呢，这些气根可能会是你拯救兰花的最后办法。所以这些气根，有些人觉得它不整齐，有些人觉得它这样子凌乱，但是其实气根它还是有它的作用在的，它就是在空气当中透过这个气根吸收空气的里面的水汽所以呢，这个气根不要因为它觉得不整齐就把它修剪掉，它其实是兰花非常重要的部分。另外呢，在这边顺便回答一个观众的问题，就是在开花的时候我是不是需要施肥？一般我是正在开花的兰花我是不施肥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确定这样的肥料下去是不是会对它的花期有所影响，所以我都还是利用就是逆渗透的水软水来给它们提供养分，等到花全部开完，我再重新慢慢的把它们的这个养分补回来。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